第8课：朝三暮四的古今义。课文：成语是汉语中非常有特点的一部分词汇。成语有固定的结构，不能随便更改。它的意义是整体性的，不是每个字意思的简单相加，而是综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。一般来说，成语的意义也是稳定的，很少发生变化。比如我们学过的盲人摸象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但也有古今不同的。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朝三暮四。成语有下面哪些特点？一、成语是汉语中非常有特点的一部分词汇。2、成语有固定的结构，不能随便更改。3、意义是整体性的。4、一般来说，成语的意义也是稳定的，很少发生变化，但也有古今不同的。中国古代有一位哲学家，在他的书中讲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。从前有位老人喂养了一群猴子当宠物，相处久了，彼此居然可以从表情、声音和行为举止中了解对方的意思。老人和猴子相处的怎么样呢？1、老人和猴子相处久了，彼此居然可以从外表、声音和行为举止中了解对方的意思。2、老人和猴子相处久了，彼此居然可以从表情、声音和行为举止中了解对方的意思。3、老人和猴子相处久了，彼此居然可以从表情、音乐和行为举止中了解对方的意思。猴子太多，每天要吃大量的瓜果、蔬菜和粮食。然而，一个普通的家庭财产不多，哪有那么大的财力满足一群猴子对食物的长期需要呢？老人甚至必须减少家人的消费，好节省些食物拿去喂养猴子。他注意到该限制猴子的食量了。老人为什么要限制猴子的食量呢？一、猴子太多，每天要吃大量的瓜果、蔬菜和粮食。2、一个普通的家庭，财产很多，有那么大的财力来满足一群猴子对食物的长期需要。3、老人甚至必须减少家人的消费，好节省些饭菜拿去喂猴子。问题是，猴子不像猪、狗，吃不饱时仅只是叫叫。他们如果得不到好的待遇，就会像一群调皮的孩子，经常跟人淘气。老人的朋友送给他很多橡子，这是一种猴子爱吃的果实。在其他粮食不足的情况下，用橡子喂猴子倒是个办法。于是，老人对猴子们说：今后你们除了吃馒头，还可以再吃一些橡子。我早上给你们3颗，晚上给4颗。在其他粮食不足的情况下，老人打算用什么喂猴子呢？怎么喂1、在其他粮食不足的情况下，用橡子喂猴子倒是个办法。2、于是老人对猴子们说：今后你们除了吃饭菜，还可再吃一些橡子。我早上给你们3颗，晚上给4颗。3、于是老人对猴子们说：今后你们除了吃饭菜，还可再吃一些橡子。我早上给你们4颗，晚上给3颗。
猴子们似乎只弄懂了主人前面说的一个3，觉得自己吃了亏，一个个立起身子跳来跳去，对着老人大喊大叫地发脾气。老人见猴子们不接受，就换了一种方式，安慰他们说道：“要不这样吧，既然你们觉得少，那就改成每天早上4颗，晚上3颗，这样总够了吧？”猴子们弄懂了主人的意思吗？1. 猴子们似乎只弄懂了主人前面说的一个4，觉得自己吃了亏。2. 猴子们似乎只弄懂了主人前面说的一个3，觉得自己吃了亏。3. 猴子们似乎弄懂了主人前面说的意思，觉得自己吃了亏。猴子把主人前面说的一个4当成全天多得了的橡子，所以马上安静下来，显得格外开心。老人看着这情景，哈哈地笑了。哲学家用这个故事告诉人们，不要太关心生死得失，因为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没有失去什么，也没有得到什么。不过发展到今天，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意义已经完全改变了。你知道它现在是什么意思吗？哲学家用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什么？今天又是什么意思呢？1. 哲学家用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不要太关心生死得失。2. 因为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没有失去什么，也没有得到什么。3. 发展到今天，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意义依然是这样的。4. 发展到今天，朝三暮四这个成语形容人做事反复无常，缺乏原则。课文：朝三暮四的古今义。成语是汉语中非常有特点的一部分词汇，成语有固定的结构，不能随便更改。它的意义是整体性的，不是每个字意思的简单相加，而是综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。一般来说，成语的意义也是稳定的，很少发生变化。比如我们学过的盲人摸象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但也有古今不同的，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朝三暮四。什么是成语？它有什么特点？成语是汉语中经过长期使用、锤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或短句，具有结构固定、意义精辟、形式简洁、多为4字的特点，并常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中国古代有一位哲学家，在他的书中讲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。从前有位老人喂养了一群猴子当宠物，相处久了，彼此居然可以从表情、声音和行为举止中了解对方的意思。猴子太多，每天要吃大量的瓜果、蔬菜和粮食。然而，一个普通的家庭财产不多，哪有那么大的财力满足一群猴子对食物的长期需要呢？老人甚至必须减少家人的消费，好节省些食物拿去喂养猴子。他注意到该限制猴子的食量了。猴子们每天要吃什么？猴子们每天要吃大量的瓜果、蔬菜和粮食。问题是，猴子不像猪、狗，吃不饱时仅仅只是叫叫。
他们如果得不到好的待遇，就会像一群调皮的孩子，经常跟人淘气。老人的朋友送给他很多橡子，这是一种猴子爱吃的果实。在其他粮食不足的情况下，用橡子喂猴子倒是个办法。于是老人对猴子们说：今后你们除了吃馒头，还可以再吃一些橡子。我早上给你们3颗，晚上给4颗。猴子们吃不饱时就会怎么样？猴子不像猪、狗，吃不饱时仅只是叫叫。它们如果得不到好的待遇，就会像一群调皮的孩子，经常跟人淘气。猴子们似乎只弄懂了主人前面说的一个3，觉得自己吃了亏，一个个立起身子跳来跳去，对着老人大喊大叫的发脾气。老人见猴子们不接受，就换了一种方式，安慰他们说道：要不这样吧，既然你们觉得少，那就改成每天早上4颗，晚上3颗，这样总够了吧？猴子们为什么对着老人大喊大叫的发脾气呢？猴子们似乎只弄懂了主人前面说的一个3，觉得自己吃了亏，一个个立起身子跳来跳去，对着老人大喊大叫的发脾气。猴子把主人前面说的一个4当成全天多得了的橡子，所以马上安静下来，显得格外开心。老人看着这情景，哈哈地笑了。哲学家用这个故事告诉人们，不要太关心生死得失，因为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没有失去什么，也没有得到什么。不过发展到今天，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意义已经完全改变了。你知道它现在是什么意思吗？你知道还有哪些与朝三暮四相似的成语吗？朝秦暮楚，朝令夕改。生词：朝三暮四。词汇：固定、结构、整体、综合、完整。哲学家、寓言、喂养、群、猴子、宠物、相处、彼此、表情、行为、对方。蔬菜、粮食、家庭、财产、消费、节省、限制。猪、调皮、淘气、橡子、果实、不足、道。馒头、磕、似乎、吃亏、方式、安慰、要不。显得、格外、情景、哈。